以后整理好了再给我，弄得乱七八糟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狂犬病？对，当时没打疫苗。今天下午也疑似恐风的症状，说遇到风以后是喘。症状很轻微啊。当然了，也不能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转传染病医院，要不然发作以后几乎救不过来。可他现在的状况更像是先心病引起的。你要是现在决定转传染病的话，那边可没有出色的心外科，一旦路上出了事儿，你负责。这么说，怎么选择都是50-50，怎么办？好办，你把情况跟家属都说了，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。明白。医生，我表妹来燕都找我玩，这出了事怎么向她妈妈交代啊？我也不懂医，要不这样，您说怎么办，咱们就怎么办吧。哎，雅典娜，给抢七带血气。好。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给传染病打电话，问他们该怎么办。明白。快点，干嘛呢？我没看到病人，也没法判断。这样吧，您要是觉得症状特别像，就转过来；要是不像，就再观察1个晚上。传染病医院的建议是可以留在我们这儿再观察1晚上。你怎么看？那就先留在这儿继续观察吧。哎，接着找家属啊，家属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明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您别哭呀。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我一会儿再给您回电话。医生，我姑说了，那狗之前打过疫苗，死的时候也没有狂犬病发作的迹象，应该是没问题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？留在这儿继续观察。哎，医生，我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妹妹。从小我就答应她带她到燕都来玩，这前2天刚爬了山，还没来得及去桃花源呢。我求您了，哎呀，我求您了，我求你。左老师说这个超声急用，一会儿我们再去催一催。昨天送来的那个人也是，不一会儿。等一下。张立新气胸。昨天送来的那个也是，不一会儿人。快回病房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来不及了，这边。走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让一下，胸传播。好，快点！大家都散开，不要围观。快消毒。本来应该是我把他救活的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也知道那个时候只有切开气管才能避免窒息，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我就不能像王阳明一样冲上去？我就知道你没有违反操作规范。说句难听的，就算是病人死了，病人家属也不会因为这一点把你告上法庭。可是如果我的一位老师在这儿，他一定会夸王阳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过，
在危急关头只要考虑怎么救患者的命。如果把什么利害得失都想一遍，就不是一个好医生了。恢复自主呼吸。送病房。这要是我知道等2个小时才能吃上，我绝对不点炸酱面。哎，你吃什么呀？行了，别摆酷了啊！楚老师说了，多亏了你那一针排出了胸腔气体，降低了腔体压力，才救了患者一命。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濒死的患者，要是能直接送回病房，我绝对不亲自上手。我倒是想亲自上手，没机会啊。不是拿外卖就是打电话，哎呀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！怎么了？你能不说死吗？上次那事责任不在你。再说了，谁手底下也不能死人啊。又怎么了？我吃不了香菜。哎呀，吃半天了才发现。哎，你倒给我留一口啊！没事吧？谢谢你的水。要不然我这还没动呢。在急诊点炸酱面，真挺弱智的。哎，我说，你呀，还是别吓着可爱的。什么情况？患者42岁，肺扰弦突发胸挫，上车10分钟心脏就停了。我们一直在做复苏，心电图显示是心肌梗死。怎么了，林？有了吧？心律为0。你先别哭，回答我问题好吗？下午，他说他不舒服，然后我跟他说上医院看看，他说这是老毛病了，不用去医院，缓一缓就好了。然后他就陪我去逛街，什么东西他自己拎，不让我拎。说重点，啊，他有没有晕过？啊？有，当时我在试戏，我还问他。没问你买鞋还是买衣服啊？他什么时候晕的6、7点。6、7点晕的。嗯。呕吐过吗？晕的时候？有。呕吐物里有血吗？有。都有。医生，走开！死奎的命犯错了，快点拿东西！咬着，把那眼睛遮着。遮，很慢，把被子裹上，送传染病医院。被子。翟警官，给楼组打电话。收到。哎，你一定要打完疫苗。我妹妹是没救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说了一半一半，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我决定个屁！我懂什么？应该是你帮我决定，你才是医生。家属，赶紧上车。啊？
没去过桃花源呢。心率、血压都已经恢复了，是自主心率，不是药物催的，还有希望。我让家属去外面休息了。啊，不愧是急诊的定海神针呐！祖老师一出马，风平浪静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刚才我问过家属，患者在昏迷的时候，头部在茶几上磕了一下。我刚检查了患者的后脑，头皮有外伤，而且伤口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血痂，头皮下按压空虚柔软，不排除头骨骨折和颅内出血的可能。那是怕什么来什么呀？说说吧，王博士，该怎么办啊？心梗最怕的就是合并出血，治疗心梗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溶栓和介入手术，两者都要抗凝，出血就不能止血，这就不能抗凝，所以啊，这种选择题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啊！我们走吧，楼上也离不开人呢。师傅，这定海神针就这么走了？哎呀，心梗合并脑出血，世界上两种最矛盾的症状，又要抗凝还要止血，神仙都得头疼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不能让病人就这么等着呀！哎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这么着，你先去跟患者家属把情况说明一下，然后等患者情况稍微稳定的，带他做个头部 CT，看看如果没有脑出血的话，再考虑要不要手术或者溶栓。明白。王大夫，抢午餐了。师傅，抢午餐了。我来。152，出站。152，收到。充电完毕。来。回来。来，等等，又有了，继续。充电完毕。不行，继续。充电完毕。OK，这回回来了。腰膝软，久咳喘，虫草菌粉金水宝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总算过去了，电了8次，太狠了。是啊，半个多小时了都。相当于跳了半个多小时。哟，你能跳半个多小时绳儿呢？我连10分钟跳不了，挺厉害呀。这样不行啊！他是前臂心梗，就算脉搏暂时稳定住了的话，他如果灌脉不通，照样有生命危险。病人现在这种情况，也不能去做 CT， 颅内出血的可能很大。可是要是溶的话，危险性更大呀，完全有可能瘫痪、死亡。师傅，现在溶是唯一的办法，你溶了还有一线希望，你不溶不就等死吗？去跟家属谈吧，家属同意
咱们就荣。明白。那是不是融了，我老公就有救了？冠脉打通了，心脏就恢复正常的供血了，但是唯一的风险就是可能会加剧脑出血。脑出血，脑出血的可能性有多大？现在还不确定。那要是不融呢？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不会的，真的。我老公是你很好的医生，我老公老跟我说，他要陪我跟孩子一块长大，还要给孩子娶媳妇儿，他不会有。他现在已经心梗了，你得赶快做决定，要不就来不及了。我不知道，医生，我求你救救他，我求你救救他，我求你了。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你得赶紧做决定，到底融还是不融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医生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们还有其他的家属吗？一哥一姐还一弟，凑齐了不知道猴年马月了。他挨个打个电话，说住的都很近，一定要来医院问清楚。总是这样，把病人全耽误了吗？没辙呀，病人跟家属都有知情权，医生必须经过同意才能治疗，这是法律。病人家属到了。上面希望你运气好，来的能拿主意。你在这看着吧，我去磕他们。医生啊，这上面这么多的条款都涵盖着巨大的风险。如果我们签了字，是不是这些所有的风险都由我们来承担呢？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真的没法避免。那如果不溶栓呢？不溶的话，再次发作的可能性极高。这个发作的可能性，会不会是100%呢？100%的事儿谁都不敢说，所以这个我不能肯定。刚才那个医生说，如果不溶栓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行了行了，这里没你说话的地儿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哎，医生啊，你刚才说他是什么 B 型肌梗死呀？前臂。哦，那我网上查一下。要不，咱们还是融了吧。网上说这病特别危险，是急重症、危重症。就这么定了是吧？融是吗？咱别等了，这太危重了。不是，医生，咱们再稍稍等一下。还等？老四啊，说他马上就到了。哎，来了。对，咱们这么多年哥们儿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在话？到底融好还是不融好？要不转去你们院？不能转院啊！这病人危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我就信。你回去看上去，这儿有我呢。主战仪，心电突击。好的。
信网络，信朋友，就是不信自己的主治医师。家属同意了吗？没有啊。必须同意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弄完了。是你背的吗？也是，死到临头的人还有心思喝水呀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胆儿大的人。去年那个黄大夫就是，没等到家属同意，私自做了胆道吻合术，又是上法庭，又是赔钱，还差点吊销了医生执照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还连累了上级医生，闹到现在都没消停。我要是陆大夫呀，我杀了你的心我都有了。把我杯子放下。出来。师傅，喝香面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看外面。我让你看外面，你看我干嘛？看外面家属。哪个是通情达理、好说话的？岁数大那个，戴眼镜的。嗯。再看，哪个是脾气暴躁，闹不好会动手的？还动手？动手算好的。这要真出了事儿，人家属怎么闹你，你都得受着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从刚才到现在，其实我心里一直都害怕。但如果刚才不溶栓的话，那个病人就没了，不能让他成为第二个了。什么人？得狂犬病的那个女孩啊，她已经被耽误了。那一样吗？那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算了，别管他什么武力值，我就跟他们说清楚。这那副有勇无谋的样子。听我的啊，去跟那个戴眼镜的谈，别惹那个脾气暴躁的。咱们的目的是拿到同意书啊，千万别提你已经融的事儿，否则他们一定不会签的。为什么？这还不简单吗？啊，如果因为你的原因，这病人出事儿的话，他们能从你身上得到一大笔赔偿。师傅，你把人家想的也太坏了。这不是好坏的事儿，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想一想。40多岁，男的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定是家里的经济支柱。你把人家的财源断了，人家不从你身上搞钱，这一大家子怎么生活？陆大夫，乔姆出血了。心电突击来了。是不是5床啊？里面好像说什么出血了。是啊。医生，医生，看一下。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不能，这医生不在现场。不能进去，出血了，不能进去。怎么会？你们让我们进去，你们把人治死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别吵吵，你们想过来的话就小点声。老张，你先出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
这额头上怎么又出血疹了？是不是脑出血了？不是，皮肤出血。好端端的皮肤怎么会出血啊？一会儿会不会脑出血呢？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，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什么？皮肤出血是溶栓的不良反应？你们溶栓了？懂了。我们没答应啊！没经过我们同意，你们竟然敢溶栓，怪不得会出血。我弟弟要是有个好歹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刚才情况紧急，人已经来不及了。我弟弟如果脑出血，变成了半瘫植物人，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？就是。你们这是违法，是犯罪！我要找你领导，报警，把你们都抓进公安局。就是。你要找领导去公安局，我们都可以配合，但是现在是夜班急诊，只有我们2个医生。如果我们都走了的话，这么多病人，如果出现急症，你治吗？啊？我问你们，你们能保证治好我弟弟吗？保证不了。你们这么闹，我怎么治啊？好，走，我们出去。走，走。单子给我，帘儿拉上。师傅，你有把握吗？一点把握没有。那你刚才那么镇定？急诊医生定律：你越慌，越不能让人看出你慌；你越搞不定，你就要装出你能搞定的样子。这种时候原来心态这么好。现在唯一能安慰病人家属的，就是你的镇定。大哥，我们哥俩拉着手下水救你，下把劲儿，别掉链子，啊！这是我写的病程记录，写不写都没什么用。那得写清楚，栓是我溶的。你溶的栓？你有处方权吗？你有治疗权吗？啊？你自己看看这上面都签的谁的名？患者家属如果起诉的话，咱俩得一块上法庭，谁都跑不了。你这才真是一尸两命呢。那你刚才去的时候，我才刚开始溶，你也没阻止我。我要是你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做。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，眼看着你的病人死在你面前的话，我更瞧不起你。看这张跟上次有什么不一样？短阵失速
，S 阶段回落，这证明溶栓通了。至少他不会死于心梗了。真是太好了。别高兴太早，冠脉是通了，但是他会不会发生脑出血还不一定。现在他正在昏迷，咱们能做的只有等。您放心吧，没大事儿。您就踏踏实实的睡，啊！我跟您保证，我一定把老三给你带回来，啊！你睡吧，那您赶紧睡啊！哎，医生，对不起，医生，我弟弟怎么样了？冠脉已经打通了，现在还等观察。好。老娘都已经80多岁了，不能让他白发人送黑发人。我就想问你一句，刚才要是不溶栓，我老公是不是已经没了？是。那现在溶栓了，他应该就没事了。也不一定。对不起。理解。谢谢。你去休息会儿吧。呀，我哪睡得着？你已经睡着了，快去吧，我盯着。嗯。王困力气，不然睡觉去吗？回屋反而睡不着，还不如在这儿呢。师傅，你说他不会就这么一直醒不过来了吧？不用一直，明儿早上醒不过来就够呛了。将真的还他，迟来的逃亡。
王大夫，他醒了。嗯。皮下血肿，虽然面积不小，但是脑血管没有扩张。太好了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老师，呵，以前没注意，跟人一街人少的时候还挺敞亮。怎么着？这么大劲儿还是想跳一段是不是？要条件允许，当然跳一段，还想翻跟头呢。哎呀，终于不用担心那个大哥偏瘫，变成植物人或者挂掉了，这种感觉太爽了。师傅，下班请您。别给我画饼，先给我买点小吃点吧点吧。得嘞。哎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安全了？人不都没事了吗？人患者家属在同意书上签字了吗？没有啊。还是的呀。你现在还属于私自治疗，知道吗？啊，人家如果想告你的话，随时可以告你，不管是今天、明天，还是10年之后。而且一告一个准，你稳输不赢。不对，不是你，是我和你。哎，师傅，对不住啊，连累你了。没事儿，反正过2天我就不是你师傅了。为什么呀？等关老大来，我就跟他说，不管他在不在我那辞职书上签字，我都走，立马走。不是我就那么招你烦啊？别把自己想那么重要。这晚上睡也睡不着，我就在那儿琢磨呀，这30好几了，也该踏踏实实挣点钱，娶个媳妇儿啊。那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一天都不想过。做医生不就是这样吗？每天面对生老病死，与死神搏命。哼，搏命。说到底，搏的是患者的命，也不是医生的命。我跟你说，你当医生你就别出错，别出格，哎，别出医疗事故，你每天踏踏实实回家就行。你去合资医院，就是为了这个？啊，就为这个？怎么了？我挣几年安稳钱，我治点那种不治都死不了的病，这不是挺好吗？治点不治都死不了的病，那要医生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哼，干什么？等你收到今天那患者的起诉书，你自己就明白了。在沉重里疲累呼吸，能消耗